西安娃要上学。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幕是7月21号发生在西安市盐店街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门前的一幕。这个口号啊，最近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从陕西省教育厅门前，再到西安市政府门前，再到新城广场。这个口号聚集了无数西安市中考考生的家长，也是最近一段时期内西安市市民最为关注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西安市中考回流生的话题。要上学，要上学，西安娃，要上学，西安娃。今年西安市中考的分数线公布日啊是7月14号。这个分数线公布之后啊，很多西安市中考的家长啊大吃一惊，因为今年的中考分数线是539分，而去年呢只有523分，足足提高了16分呢。大家不要小看这16分呢，在这分数线上下啊，每一分数线上可能都有上千名考生。那么如果你要是上不去，你就只能上职高。上职高意味着什么呢？你就意味着失去了考大学的资格。所以你想想，许多的家长就是非常紧张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坊间就开始流传，为什么今年的中考分数线一下子提高了16分呢？就是因为中考回流生，大量的学生回流，占据了本地学生的学额，最后导致了这个中考分数线的大幅提高。不是你家孩子不努力，专业的回流生对普通的地方生成绩自然是碾压的。众所周知，西安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严厉打击校外补习的，但是省外利用人口基数大的客观原因，组建专攻考试的西安班，每天就做3件事：吃饭、学习、考试。面对如此高强度考试的专业回流生，强调素质教育的本地生能拼得过吗？那什么叫做中考回流生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回流生，指的就是啊，户籍在西安，但是学籍不在西安的学生。你比如说啊，因为西安市也有很多人嘛，他会到外地去工作，那么呢，他的孩子可能会跟着他一起在北京啊、上海呀、湖南啊、湖北啊这些地方学习嘛。但是啊，一方面他们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学习，他没有当地的户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因为陕西的高考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嘛，所以大多数家长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回到陕西参加高考。但是按照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的规定啊，你要想在某地参加高考，你必须在这个考试所在地至少拥有高中3年的学籍，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中考的时候回到本地参加本地的中考，考当地的高中，然后在这儿读完3年高中，才能在本地参加高考嘛。所以啊，那全国各地的那些在陕西有户籍的孩子，但是又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就会赶回来参加当地的中考，这就叫回流生。但是啊，那些不满的家长就说，他说这个数量其实非常少，真正陕西的那些人到外面打工的有多少啊？大多数都是那些家长明明自己并不在陕西工作，他们甚至也不是陕西人，仅仅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陕西参加高考，然后才把自己的户口搬到了陕西，也把自己的孩子的户口迁到了西安，参加西安的中考。这些人其实就是中考移民。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几年啊，全国各地啊对这个高考移民抓得越来越紧，因为全国各地现在都对高考的这个考试之前啊附加了学籍限制，也就是说，你要想在本地参加高考，你就必须在本地上高中嘛。于是高考移民现在慢慢都变成了中考移民，也就是说，你要想到某一个地方参加高考，你就必须中考的时候就得过去。所以啊，这就叫高考移民前置。那么对于很多西安市的中考考生的家长来说，他们认为这些回流生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中考移民，并不是那些真正的陕西省的家长啊带孩子回来参加的中考。而且这个时候啊，就有人传言啊，说这个数字有多少呢？说大概有4万人。那么西安市一年啊参加中考的考生数量大致就是10万人左右。你想想，如果是参进来4万回流生，那本地的孩子那可不就是没有上学的机会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些家长在喊西安娃要上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要上学，要上学，要上学。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时候啊，
西安市这个中考考生的家长就开始传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啊，河南有很多地方呢就组织自己的学生到陕西去参加中考，就比如说洛阳啊、三门峡啊、灵宝啊，就靠近陕西这些玉溪啊这些县市啊。然后呢，他当地有的学校就专门搞这种陕西班，同时在中考之前呢，他们还开着大巴车送自己的学生到陕西去参加考试。那大巴车上还写着标语。那你想想，这样的信息传出来之后对这些西安市中考考生的家长就是一个强刺激。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孩子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向教育部门反映问题。紧接着就这几天，就有家长陆陆续续的到西安市政府门前打牌子，反映情况，说自己孩子受到了利益的侵害，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啊。7月18号这一天这个西安市的教育局就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说今年中考回流生的总数是3608人。但是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很多中考的考生家长就炸了，因为跟他们的认知之间这个差别特别大，怎么可能3000多人呢？他们都认为有好几万呢。还有人就指出来了，说当年14年参加上小学的时候考试的那学生一共是87000人，那你怎么到了这个中考的时候就变成了106000人了呢？107000人了呢？那你中间多出来的这2万人，你不都是从外地过来的吗？虽然有的不是说是中考临时过来的，有的初2就过来了，有的初1就过来了，不也是中考移民吗？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实际上在有意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于是在7月18号这一天就有大量的考生的家长就聚集在了新城广场。经常在这个地方执法，依法行政，所以请大家配合好。如果发生过激行为，会对你个人进行依法处理。那么处理的后果，大家要想清楚，将来对孩子的前途有一定的影响。考公务员、参军入伍、入党批改，可能都受影响。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政府官员的讲话因为我在陕西生活了18年，我对陕西的这个政府部门我还是很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特别缺少服务意识，也缺少对普通的老百姓的尊重意识。你听听吗？他就开始威胁这些考生的家长，说你看你们这么搞将来不但影响你们影响你们自己孩子考公务员怎么之类的但是你想想，这些考生的家长当时都心里有情绪。我个人觉得就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是比较怕政府，但是有一种情况下他就会豁得出去。什么情况？就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所以你看孩子出事的时候，那些家长就会无所畏惧所以政府的这些威胁对他们来说没有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傍晚的时候就出了一个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现场的老百姓来讲，他姓崔，这个人说话还是相对比较中听的。今天咱们是群众，这么热的天，这么多人来了以后，就是心里有一些诉求或者不明白的地方，想得到一个说法。那么我现在很负责的说，我们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已经通知教育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的相应领导到我们西安市指定场所，就是盐店街19号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这姓崔的干部就说就希望大家到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到那个地方是集中反映情况，政府部门也会派代表到那儿去接待大家。但是19号、20号这2天还是有大量的考生家长就聚集在西安市政府门前，也包括这个陕西省教育厅门口。聚集的这些考生家长情绪越来越激烈就跟当地的这个警察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其实对这些考生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刺激。由于这些家长都豁出去了，他们觉得无所谓，你搞不好我就为了自己的孩子嘛，我就要讨个说法嘛，所以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了效果。7月21号这一天，
大量的考生家长就聚集在了盐店街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门前。据现场有人跟我们讲啊，就是聚集考生家长的人数啊，他说差不多可能有1000人，哇靠，一眼看不到头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信访接待中心里面的干部就出来跟家长讲，希望这些考生的家长啊，能够选出代表进去跟政府工作人员来沟通。信访工作条例规定，反映同意诉求的选举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所以现在我跟大家想讲的是，目前咱们教育工作专班的同志已经到楼上的一个会议室，等待接待咱们的代表。现场这些就是考生的家长就推举了几名代表就进去了，进去了一谈呢，谈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动静。后来呢，这些考生的家长就在外面非常着急，他们以为啊，就政府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些考生的家长都抓走了啊。一直等到了过了午夜12点，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啊才从里面出来宣布啊，他们针对这些考生家长的这个诉求的这么一个处理决定。第一个，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由公安、教育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3608名回流考生的户籍、学籍、学校证明、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逐一甄别，对查实的造假手段获取报名和考试资格的考生取消录取资格。第二个，被取消入学资格的而形成的招生空额，认真研究补录方案，充分听取市民意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参考其他大城市的相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尽快调整完善我市的户籍和招生有关规定。到7月22号这一天，西安市的警方就开始公布了，说的确发现当地啊有一些中介机构啊伪造国家的政府文件啊，就搞这些所谓的中考移民，为其他省市的学生到这里参加中考啊提供便利，一下子抓了10几个人，其中有6个就直接刑事拘留了，有5个给抓起来了。但是啊，这些考生的家长还是认为啊，这3608名不是一个这个最终的数字，所以在22号这一天呢，还是有很多考生的家长啊，想聚集在一起啊，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但是当地政府马上开始采取了高压措施，比如说从7月22号这一天，西安市的大雁塔就关闭了，因为有些考生的家长在微信群里头就说想到西安市大雁塔那个地方聚集，因为这是个旅游景区嘛，在这个地方聚集的话，不但会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还会让这件事情啊被更多的游客看到，传播得更远。然后新城广场也开始戒严了，包括那个大唐芙蓉园等等这些表演都取消了。西安市政府如临大敌啊，然后呢又把一些所谓的这个造谣的人抓起来了，说网上有一个人造谣，他呢是以这个河南籍考生的家长的名义啊，这个发的帖子啊，说怎么对抗、怎么对付这些陕西的考生的家长等等，最后把这个人抓起来了。还有人造谣说是有一个考生因为没考上，就是因为这个回流生的事情就跳楼了，又把这个人也给抓起来了，高压。你把我逼我在那都把我逼我，把我逼起来，我真尴尬。为了俺娃我就尴尬，我凭啥尴尬娃？俺娃连30都上不了，我干嘛？我疯了的似的。在这里头啊，我来讲啊，另外一条线啊，就为什么陕西省啊、西安市啊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回流生的问题呢？这里头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2017年的时候啊，这个西安市啊就突然开始放开了它一个户籍管理规定，因为陕西省是2005年开始取消了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啊，但是在整个陕西省中间，只有西安市一个城市没放开。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西安市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开始西安市的这个户籍落户政策也开始大幅放松了。这放松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学历落户，比如说你只要有本科学历，或者你只要在国外留学，西安市你就可以随便落户。第二就是购房啊，你只要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过去是要求啊你在西安市得有稳定的工作才能落户，
现在不需要了，你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啊，你就可以落户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些高新技术人才啊，就是你有什么技师称号的，然后你都可以在西安市落户啊。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外地户口，你在当地，你比如说你办一个小企业，你是法人，或者说你在当地的这个企业中间，你缴纳1年社保，你就可以在西安本地啊落户。首先呢，你没有房子的话啊，你可以落在社区里的集体户，然后呢，你将来用这个资格，你就可以在本地买房。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西安市在争夺人才嘛。你像那些资源最紧俏的城市都在限购，比如说北京、上海这个城市，那户口落一个非常困难。但是对于西安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是担心它的人口外流，因为它在西北5省啊，虽然算是个大城市，但是你放在整个中原地区竞争来讲呢，西安市这个城市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西安市政府呢就把它的户籍落户政策一下子放开了。放开之后，仅仅2017年这1年啊，西安市就落户了将近7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啊。那你想想，这些人进来之后，可不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就进来了吗？但这里头就带来了一个漏洞，就我刚才讲的，你在这个企业里缴纳1年社保，你就可以落户到集体户口，同时你可以把你的孩子也迁过来。那你很多人就开始动了这样的一个心思啊，他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到西安参加高考，他就在当地交一个1年的社保嘛。于是就衍生出来一个产业链，在西安有很多中介机构啊，专门帮这个外省市想要在西安参加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来办这个服务。这里头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又主要以河南为主。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山河4省中间最苦的一个省份了啊。每年的考生数量，高考啊120万人，那高考的内卷的程度在全国基本上是最激烈的啊。而陕西呢，陕西一共只有26万考生，但陕西啊有3所985学校，211加起来加985有10所，而河南呢只有1所211嘛，所以大量的河南籍的考生想到陕西去参加高考，于是呢，那当地的中介部门就帮他们来办这种手续，就是把你的父母啊在这交1年社保啊，挂到集体户口啊，然后把学生的学习弄到这个地方来参加中考。据说办一个这样的户籍啊，现在一条龙服务啊需要20万左右啊，这中间需要打点学校，也需要打点派出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的这么一个措施啊，确确实实对西安市本地考生来说，利益肯定是一个冲击。所以现在西安市中考考生家长最不满的是这一点。而7月22号啊，当地公安机关宣布抓获这些中介部门，其实也验证了这个现实中间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确实存在。所以西安市的中考回流生本质上来讲是陕西考生跟其他外省想要到西安来参加中考，享受西安市的高考分数线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福利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说，大量的这个回归西安来参加中考的孩子呢，他呢回流是城六区，很少有去郊区的，所以说西安城区的中考人数也就5、6万，这个比例呢就大概相当于5个人里边有1个人了。你要知道，这个回来的孩子呢，大部分的成绩属于中等和中上，就是前期赛马，中马对下马，上马对中马，就这种感觉。用降维的打击呢，你就很难受。3年以后的高考，这些影响的是谁？影响的是更多的外地的，就是陕西省其他地方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上到一本的概率就会下降。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接下来我来聊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西安中考回流生这件事情啊，本质上来讲可以概括为政策的成本。首先啊，我们先剔除一些枝节性的信息啊。西安警方7月22号公布的啊，就是有一些机构通过伪造国家证件啊，来帮助一些外地的考生通过非法的手段啊，来在西安获得中考的资格。这些人呢，我觉得肯定是需要打击，因为他们是属于违法犯罪了。因为伪造国家文书嘛，这肯定是涉嫌刑事犯罪。但这部分的人呢，肯定不是大多数。真正大多数的在西安的回流生啊，可能是这么一个群体啊，
就是他们的父母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在西安参加高考，但是他整个户籍啊迁移到西安市这个过程中间完全合法合规。比如说，他就在这个企业里头啊交了1年的社保，或者说他就买了一套房，然后在西安呢有了户籍，可以把举家迁过来。但是他过来交社保，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这参加中考。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一般的西安考生的家长跟政府之间的认知啊，这方面可能就会存在的一些分歧了。对于很多西安市考生的家长来看，这些人就属于中考移民。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你敢认定这些人是中考移民吗？因为他们按照你西安市政府的落户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讲，它完全合规。所以啊，在我看来，这就叫政策的成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听我来分析一下啊。西安市在2017年啊，它搞这个落户制度啊，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增加城市的竞争力。但是西安市啊，大家都知道，你在西北5省啊，你的经济发展状况跟那些南方的城市比起来，本身就没有什么优势。那作为一般的人，凭什么要到西安市来就业或者生活呢？那么对于西安来说，它有2部分群体，一部分是陕西其他的小地方的，或者说是常年在西安已经生活的，他在这落户，他有现实需求。还有一批就是你想吸引外省的、外地的人到西安市来生活嘛。那对于这批人来说啊，最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就是子女在这个地方高考比较有优势。所以你这个政策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个这样的现实的问题。如果说2017年啊，西安市政府通过这样的一个开放城市落户啊这么的一个政策啊，给城市带来了红利，比如说 GDP 发展呢就比前几年快了。那么你现在啊，这个中考回流生导致的外地考生的家长和本地考生家长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政策的成本。因为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到这个地方来落户的人把孩子带过来了，在这个地方参加中考，侵犯了本地孩子这些中考的利益，所以矛盾呈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成本呢是需要政府去承担的，他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原本就应该考虑到。但我的感觉啊，西安市政府啊，应该说当时啊，他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可能没想得这么深远，所以呢，前几年光看到了这个政策本身的红利，没有看到这个政策的成本。现如今，这个算总账的时候到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就中国的高考制度啊，中国的高考这个录取制度啊不合理啊，我在过去的节目里头说过很多次了。它的不合理啊，实际上有2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年计划经济啊分省录取制度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资源本身分配的不合理，以及大区分配制度后来啊就省部共建的时候形成的地方利益格局。第二个实际上就是户籍制度不能自由迁徙，这2个制度啊捆绑在一起啊，才能长期维系啊这样的一个高考分省录取制度的不合理。也就是说，这2个制度中间有任何一个制度动摇，慢慢的啊，各省之间的这种录取学额和分数之间的水位差就会慢慢的抹平。当然了，在我看来啊，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调整前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你要是通过自由迁徙来抹平这样的一个水位差，它对于很多教育落后的省份来讲啊，它确实是不公平。比如说西藏、新疆这些地区啊，它的教育本身它这个基础条件比较差，教育水平也比较低。假如说要是通过自由迁徙的方式到那个地方落个户就可以参加高考，那我觉得西藏的考生啊，藏族的考生啊，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了，因为它毫无竞争力。所以最好的方式啊，还是通过你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录取学额的分配。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样的一个利益捆绑的这个机制啊，要想动起来是非常难的。前几天的山河大学的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其实大家眼见着3河4省受到歧视，但是谁管呢？教育部也不管呢。所以这些考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救自己，由此通过户籍的自由迁徙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像西安的中考的考生就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这就是中考回流生啊制度在更高的层面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困境。所以啊，在我看来啊，
其实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教育部去考虑。类似于像陕西和河南这样一种录取制度明显的不合理，应该尽可能的给河南省调整一些学额，而不是让这些考生啊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到西安去跟西安本地的学生进行竞争。但是这个能实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教育部对这种现象基本上是充耳不闻，而西安市政府呢，面对这些起来维权的家长呢，采取的方式基本就是恫吓，然后再就是吓唬他们。那你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中，真有利益需要分割进行讨论的时候，它也很难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公平的机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面对如此高强度考试的专业回流生，强调素质教育的本地生能拼得过吗？有没有人落西安户口？红瑞林机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落西安户口？